周二，20国集团外长会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马泰拉举行。与会人员就改善全球卫生、气候紧急状况和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问题的合作进行了讨论。会后通过马泰拉宣言。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作重要发言。王毅表示，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G20应以身作则，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据报道，此次20国集团外长会的主要议题是全球治理及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同意，当前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协调应对疫情后复苏、国际贸易、气候变化、生态及数字化转型等全球性挑战。会议通过了马泰拉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有包容性和韧性的粮食系统，保证所有人获得充足营养，助力非洲国家早日实现零饥饿目标。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过视频参会，他说 G20 应弘扬伙伴精神，坚持团结合作，在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领导力，应加快落实全球健康峰会成果，在疫苗、诊疗、联防联控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王毅强调 ，G20 应以身作则，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据报道，美国也在会上煞有介事地呼吁加强全球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承诺支持有效和负责任的多边机制。法新社评论称，中国坚持认为多边主义不应仅仅是个口号。王毅并未点名美国，但他呼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言辞暗藏玄机。其实，真正的多边主义，它注重的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非常讲求的是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但是我们知道，拜登政府的话，他现在其实非常强调的是竞争甚至对抗，并且是以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区分来这个选边站。所以呢，它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多边主义，而是一种伪多边主义。而且这种做法它的危害性非常的大，因为它是在人为的割裂国际体系，并且呢，它会引发更多的冲突和矛盾。由于7国集团峰会及北约峰会刚举行不久，德国柏林日报称，现在是进入 G20 时间的时候了，发达国家需要更多与新兴国家合作，共同走出疫情困境。王毅在20国集团外长会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迄今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4.5亿剂疫苗，呼吁有能力的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积，为消除免疫鸿沟做出应有贡献。中国与非洲国家已共同发起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欢迎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但个别政客却对中国的贡献指指点点。德国外长马斯抵达马泰拉后，一方面称让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大会很重要，另一方面竟污蔑中俄对外提供疫苗不是维护全球健康，而是为获得短期地缘战略收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是明里暗里把矛头指向中国。参加 G20 外长会前，布林肯访问了欧洲多国。在德国，布林肯宣布德国是美国最铁的朋友，并拿所谓强迫劳动抹黑中国。在法国结束与马克龙的会晤后，布林肯称美法在抵制中国主导世界秩序一事上是一致的。周一，布林肯还与教皇方济各讨论了所谓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在周二刊出的一篇专访中，布林肯再度表示，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复杂的，有对立、竞争及合作。他对意大利共和国报说，美国对他国与中国各自发展关系表示尊重，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中之间做选择。但他又说，与中国打交道时，如果我们一道行动，会有效得多。其实我们看到布林肯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的。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是体现了美国当前的对华战略的目标和他的盟友的最大利益之间是存在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的。那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他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实现他遏制中国、打压中国，比如说科技发展这些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甚至有可能因此失去美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他又不断的去强调要求盟友国家来采取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所以是反映出当前美国其实既矛盾，而且也没办法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的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